狗奴才，离本宫远点儿！敢叫我狗奴才，你还以为自己是王妃呢？乖乖的从了本军爷，让你少吃点苦。救命啊！快放开王妃！你们谁再敢靠近，我就杀了谁！宋城，愣着干嘛呢？看好他们，不听话就杀！宋城。这是在哪儿？都说八皇子的妃子是京城第一才女，今天小爷这辈子算值了。你不要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别杀我！苏姑娘，不要害怕，你们听着，上面有密令，让我和赵虎把你们押到岭北后悉数处死。赵虎想先欺负后杀，我实在是不忍，便处此恶贼。你们放心，我是不会为难你们的。多谢壮士救命之恩，谢谢宋军爷，壮士。我也不多废话，摆在你们面前两条路，我放你们走，你们自谋生路。不过此处荒山野岭，你们大概率也会落于虎狼之口。就算逃到有人家的地方，你们名在罪极，也会被当地的保甲给搜出来，扭送官府，难逃一死。还有一条路，就是跟着我上山。为了救你们，我刚刚杀了人，也惹上了官司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们相依为命，在这茫茫的大山里讨个生活。你们意下如何？宋壮士，既然皇帝想让我们死，这外界已经没有我们的活处，我们愿意跟随宋壮士。不想死就赶紧起来，快起来！我警告你们哈，谁再敢哭，让老虎听到动静，我就把他单独留下来。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！往哪儿跑？那里可能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宋壮士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把衣服脱了。宋壮士，这是何意？何意？你浑身都是血，想把野兽们给引来吗？刚才没让你脱了再跑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包容了。可是，快点脱吧，不要牵连了其他姐妹。主子，你穿我的！我的好妹妹。宋壮士，虽然我们以后都跟着你了，但也请给我主子最起码的一点体面好吗？不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盯着，可怜可怜皇子妃吧。是啊，宋壮士。瞧你们，把我说成啥了？我去，本想着把苏洛雪沾满囚服给扔到离洞口较远的地方去，只是没想到人家顺着气味追得这么快。老虎，有老虎！行了，咱们暂时安全了。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跑。这老虎不肯离去，我们怎样才能脱身啊？这个洞是个死胡同啊！过了今晚再说。宋壮士，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吧。方才宋壮士刺瞎他的眼睛，确实英勇果断，却不如砍伤他的虎爪。他少了一只眼，还是可以看见东西的。可如果爪子受伤，跑起来就没那么快了，我们就更有机会逃跑。哼，到了晚上你们就知道了。先吃饭吧。这个狭小的洞口，老虎是钻不进来，但狼却可以畅通无阻啊。瞅见没？老虎在东上方埋伏着呢，可以给咱们守夜。原来如此。赵虎那厮也是第一次来岭北，狗屁不懂，瞎引路。荒山野岭的，我们就是真逃出去了，也会死于这些野狼之口。眼下只有先等到天亮，明天再想办法。姑娘们，咱们现在就算跑回到官道上，也是无处可去。这个洞虽然狭小，但最起码能避风好。眼下我们的口粮还够维持个2、3天的，就先在这里安心的住下来。等明天，我再想办法多弄点水回来。春梅，你怎么了？主子，我想出宫，许是白天吃了几个野果，把肚子给吃坏了。你们总不至于让我躲到洞外吧？黑灯瞎火看不见，春梅就在洞里解决吧。其他人也一样哈，眼下我们活下来才是当紧的，活人不能让这给憋死。咋了？有东西摸我屁股！此乃何物？它叫穿山甲。既然这地下有活物，说明这个洞通着外界，它总得喘气吧？那我们岂不是可以？聪明。还好元宿主当时听说岭北一带有人参，于是就在和赵虎赶集的时候买了一把。
没想到今天竟派上了大用场。奇怪，那砖石上似乎还有花纹，这不会是处古墓吧？而且档次好像还不低。既然有墓，里头肯定有值钱的东西。宋壮士，你发现什么了吗？里头有墓。你们这些老娘们真是的，有墓就有随葬品啊，换点过冬的衣物，最起码不冻死。鬼都是虚的，严寒饥饿，还有外面的老虎，这才是真正要命的。这里应该是发生了地震，让墓穴裂开，从而穿山甲得以钻进钻出。那我们能进去吗？看得出来，这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个武将。这座墓虽然不算太阔绰，但也算不错了。嘉钱是前朝大齐末代君王的年号，看来这是个大齐朝的将军坟，至少千两有余，这可真是意外之福。大齐13太保之首李振北，原来一代神将竟埋骨于此。李将军啊，您在天有灵，保佑我等和您一样走投无路之人，能够苦尽甘来，峰回路转，他日改变如今这昏庸之道。宋壮士可不敢乱讲话，万一被旁人听到了，我们啥？我们皇帝都把咱们都逼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？你们难道想一辈子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？只有改朝换代，我们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。宋姑娘，你父亲是当朝史官，你对前朝之事肯定也了解，这13太保是怎么回事？13太保是大齐倒数第2个皇帝隆兴帝的13个结拜兄弟。隆兴帝驾崩前，将幼子托乖给了他们13人。后来萧道统篡国，他们13人中有人出卖了李振北，这才导致了李振北兵败。我记得我爹说过，李振北身上有一个白虎将军令，可以调动大齐的秘密组织悬崖司的人。悬崖司是前朝皇帝专门用来调查大臣、搜集情报，负责缉拿和暗杀的一群鹰犬爪牙。当今皇帝无道，德国不正，臣民多有不服。若是能得到他们的帮助，或可成大事。不如我们把这个棺材给撬开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李振北的白虎将军令。正合我意。不好！看来老虎保镖偷懒了，没有继续守夜。这群狼进来后，先是发现了活物穿山甲，开始啃咬，这出了咳咳咳的动静，接着就开始想往墓里钻。幸亏我警觉啊，不然他们鱼贯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宋壮士，我们把这个洞堵上吧。行吧，把那些陶俑搬过来。本来还想着一头狼怕是不够吃，这边再塞一点。但这些狼也是狡猾，知道里头的人不好惹，居然撤退了。宋壮士，要是开棺的话，用这个皮应该趁手。傻丫头，你就不琢磨琢磨？啥？咱家保镖为啥脱岗了？拿着灯井，随我去主墓室外看看。这座李振北的将军墓，主墓室外的空间其实也挺大的，包括儿室、后室和前室，以及南北侧室。古人视死如视生，人虽然死了，但墓穴之中该有的生活功能区，比如厨房、厕所、灶台啥的，一应俱全。按道理讲，别说将军了，哪怕就是帝王墓，这些功能区域也是象征意义比较大，实用功能几乎为零，只是做个样子罢了。但李振北的这个墓里头的功能区间似乎并非虚设，那灶台上还有生过火的痕迹，甚至旁边的瓦罐里还有腐败干涸的肉类和粮食，以及一些木柴和盐巴。地面上还有很多未生懒得打扫的印记，墙角还有很多的坚果壳，似乎李振北生前就在自己的坟墓里生活过，然后直接就把自己给埋在了这里，有点意思。如果把这个总共100来平米的墓穴当成避难所让女眷们居住，也算不上是委屈他们，总好过在山中建造一个木屋，又要防狼还要防虎，过段时间还要防追兵。按照当今皇帝的德行，如果我和赵虎既没有在莫寒卫报道，又没有回京复命，那肯定是要派人来查的。不过既然李振北当年在这个避难所里生活过，就肯定有能出去的门，绝非封死的状态。有动静，那动静好像就是从那筐子下面传上来的。居然还有个人造的通风口。该死！宋壮士，我乖了，没事了。
你先缓一缓，我看看这下面是个啥情况。别下去，老虎还在。哎呀，我知道。这墓穴北侧室的地板下面，竟然是一座洞体道观。没有顶子结构的道观和它上方的墓穴是一体的，连接处正是神像头顶上的这块天花板。看来李振北确实是隐居在这道观头顶上的避难所里，需要出去了或者运送物资了，就通过一个梯子来实现。李振北死后，梯子被撤走，整个道观也废弃了，狼藉成一片。现在他已经瞎了，明天天亮后我就下去，不信弄不死他的。什么情况？方才刺下这猛虎时，女眷们都老是躲在主墓室里呢，狼应该也进不来了呀。不要慌，不要乱，就站在原地，别让钉子刮伤了腿，我有办法救你们出来。奇怪，怎么停了？宋壮士，我好怕！宋壮士，这个墓里还有啥机关呀？宋壮士，我主子在哪里？他没事吧？我害怕那瞎眼老虎再蹦上来。这个石头板子可不光是通道那么简单，它还是一个机关。倘若有盗墓者或者官军发现了这个入口，推开石板后，那主墓室的金刚墙就会落下。看来李振北死后，下属们将他安葬在主墓室里，然后从北侧室的这个通道撤走，盖上八卦阴阳鱼的盖子后，机关设置完成。石板掀开，机关启动，重新盖上便戛然而止。这是李振北留下的后手。李振北自然是不希望官军和盗墓贼进来，但也给走投无路之人留下了进入他主墓室的机会。而能跑到这逼地方的走投无路之人，除了被朝廷追捕的钦犯，还能有谁？李振北用心良苦啊，这是在为反梁筛选火种。宋壮士，你又发现什么了吗？我现在可以100%的确定，那白虎令就在主墓室里，应该就在那口棺材中。宋善士，你是如何确定的？刚刚那边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什么，总之这个石头板万不敢再动。你在这儿继续守着，我再回主墓室一趟。宋壮士不可再回去了，那里危险。是啊，宋壮士，棺椁若开的话，还指不定有啥机关呢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这就是李振北，瞅年纪应该约莫50岁左右的样子，虽然已经成了一具干尸。到事了！这李振北的肘关节很软，松松垮垮的，但握力却很足，这明显不符合死人应该有的状态啊！尚未完全腐烂的尸体，关节都是僵死的，关节可以小幅度的活动，但也绝非这般松松垮垮的状态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李振北的这只手臂是假的。老将军，您还真够调皮的。蜂蜡在32到35摄氏度时会软化，人的体温是36摄氏度。李振北将纸条封在掌心，是在告诉被握住手腕的有缘人，线索就在这里。我去，这劳力可真够损的。若自己是寻常的莽夫，第一反应肯定是挣扎扯拽，甚至挥刀赶掉李振北握住自己手腕的手臂。要是那样的话，真的可能会触发另类机关，将自己埋葬于此。李振北想要完成的事情难度极高，危险极大。他不但需要当事人有走投无路的处境，更要有心细如尘、冷静镇定、临危不乱的领袖素质。之前的墓穴入口位于道观的天花板上，进来后要重新刻上阴阳八卦鱼石板，这些都只是对处境和行为能力的考验，但也仅仅是及格线。最关键的还是心性，一旦白虎令落于懦夫或者投机者之手，那不但反梁无望，还有可能会连累当年志在夫妻的悬崖寺同僚们。而李振北抓住开棺者手腕的这个举动，相当于是信性试金石，真不愧是当年大齐的13太保之首，这心思果真细腻。之前宋向阳就已经读过，没什么新意，也看不出来该被戳破的机关在哪儿。戳。有些字的后背是中空的，而有些字的后背是实心的，最后锁定了36个字。这36个字里头，定然有一个是正确的机关。作为大齐的赤胆忠臣、反梁的先锋，李振北自然是不会承认大梁政权的。即使真要在文书上写，也会写伪梁，或者说梁贼。结果在墓志铭这样重要的地方，竟然堂而皇之的出现一个梁帝的词汇，这明显是反常理的。帝字实心，梁字中空。按年头算，这李振北死了至少有20多年了，里头的机关还靠谱吗？
不会误伤了自己这个天命之人吧？从信中的内容来看，秦六和阿武为了不让白虎令落于敌手，将李振北安葬并设置好机关后，故意吸引追兵的注意力，最后跟敌人同归于尽。也就是说，这里不会再有悬崖寺的残部过来了。如此，这里作为女眷暂居的安全窝是再好不过了。自己若是下山找少数民族部落做点买卖，也不用担心再有人来到这里，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宋壮士，官军来了，来了好多！你们就老实在这儿待着，我过去看看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。这老虎完了，还在残喘，它再凶猛，双目皆瞎，也架不住人类群起而攻之。我去，这地方还躲了只老虎，差点伤了小爷我。这老虎的眼睛是瞎的，不然还真不好对付。瞅样子像是刀伤，肯定是叶四娘捅的。对，这娘们肯定来过这儿。看来这群官军不是冲我们来的。千户大人，这老虎的眼伤是新的，还在往下淌血水来，可见叶四娘刚刚离去不久。眼下大雪封山，她如果不在这里避风雪，只可能是往会卯人那边跑了。不可能，会卯人的营地距离这里有50多里。他这天气敢往那边跑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更何况他身上还有伤了吧？继续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然指挥使大人饶我们。虽然说石板下面道观这边入口隐蔽的天衣无缝，官军发现不了，但是在李振北墓穴后面，之前我们躲避的那个天然龙宫，可是有一个侧身能钻入的裂缝洞口的。官军如果绕到山后发现了那个裂缝，肯定会进去检查。如此一来，李振北墓穴的秘密不就暴露了？该死！看来这个安全站也不安全。宋壮士，我们怎么办？他们会不会绕到后面去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先回去，我去前面看看。看好这俩东西，这是李振北留下来的。我和你同去，我也能战斗。一会儿如果前方有特殊情况，你听我口令，立刻再跑回北侧室，把那个石头板子给揭开。那是个机关，只要揭开石板，金刚墙就会落下马，可以挡住官军。原来那个石板是机关。看来这叶四娘是没找到这儿，不过官军还是很有可能发这里的。最妥善的办法是把这个洞口给堵上，然后大雪一覆盖，从外边也就看不出来了。到底救不救他呢？刚才那群官军说的可是一定要抓到他的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如今他一步步地朝着自己的老窝走来，脚印必然会把官军给引来。看到他了，追，别让他跑了！怎么办？总不至于冲他喊一嗓声“你不要过来啊”？算了，横竖是一劫。女侠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这是狼王啊，而他身旁没有其他的随从，说明狼群正在谋划一场大手笔的行动，把能派出去的人马都派出去了。这女人好像还中了毒，她今晚能活过来都够呛。说这买卖做的白透了，地洞狭小，只能容人跪着爬进去，把她往里拽不是件容易事儿啊！狼王发出信号了！我的娘哎，狼，好多的狼！千户，我们被包围了，后面也都是狼！不要慌，列阵，准备战斗！狼群消灭完这些官军后，下一个就是收拾躲在洞里的我们了。宋壮士，他是何人？你怎么来了？几个主子都担心你，我进来瞅瞅。你来的正好，把他给拖转去，让妍希给看看。好的。这下应该没有那么容易进来了吧？叶姑娘，她什么情况？宋壮士，他中毒了。我知道什么毒，能解不？哎呀，你快说话呀，不要磨磨唧唧的。宋壮士，此女子中的是冰蚕合欢散，她身上刀伤不打紧，只是这冰蚕合欢散，有没有办法救她？这女子若中此毒，需要男子帮忙。这姑娘定是被奸人所害，中了这般阴损之毒。这宋壮士，这冰蚕合欢散本就是权贵们祸害良家的秘药，若想救这姑娘，恐只有这一个办法。宋老，此女子莫非就是官军们所说的叶四娘？正是她。方才官军追杀她，我把她从洞外救进来了。那些
官军呢？没听见动静吗？40-50人都被狼啃了，估摸他们也是分成了若干组来追捕这丫头。这一阵恰好撞进了狼群的包围圈里。宋壮士，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就救救这姑娘吧，她也是走投无路了。是啊，遇见了就是缘分，这也是老天爷的安排，我们也能多一个姐妹。壮士，救我，救救我！算了，叶灵也是指不上了，眼下也只能靠自己的知识来救这叶四娘了。叶灵云说了，这合欢散主要成分，再结合叶四娘的临床症状，眼下催吐和导泻才是关键，尽可能排出体内的毒素。不过在这之前，要先制止她的痉挛，不然她得活活疼死。用灯盏上的火苗把这灯油灼热。郎君，这是何意？温热的灯油可以化解痉挛，你看她整个身子绷紧的跟一张弓一样。天哪！苏若雪，你们继续揉搓她的胳膊和腿，不要让她抽筋。得想办法弄点水来。宋郎，我觉得李振北要是在这里长期生活过的话，不可能有储备的物资，或许他有特殊的取水渠道，这老从石头板子下面往上运，总归是不方便。有道理。华阳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说话注意点，怎么能把李振北的名字说出来呢？这叶四娘我们并不清楚她的底细，救她实属无奈。万一将来从她嘴里走漏出一些风声，对我们将极为不利。郎君，我错了。记住，敌人的敌人不见得一定就是朋友。郎君，我记住了。白虎令，这墓穴里果然还内有乾坤。宋香说的对，这里不可能没有常规储备的物资。在秦六和阿武写给李振北的绝笔信中，透露出了李振北身体一直不好这一信息。那他应该在这个避难所里备上很多药材，但是之前巡视这里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有药材之类的东西。这竟是悬崖寺的组织教徒，这不就是先遣图吗？有了它，就能知道谁是当年悬崖寺的骨干力量，也为将来自己带着女眷们去投奔他们寻求庇护提供了方向。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也是悬崖寺的人！谁？宇文忠贤，他可是萧道统的心腹太监，现在已经是大内的太监总管了。还有这个，这不是礼部尚书孙大人吗？物是人非，这说明不了什么，人心都是会变的。那倒是。不好！快点，快跟着！咋回事？武长，这里有个洞。你是猪吗？你这啥洞啊？这是真坑人的！兔子洞呗，还能是啥洞？你快点吧！东郎，他们这是……我之前不是说了吗？这帮官军搜捕叶四娘，肯定得分开行动，各个山头的去找。那个千户带领的几十人不是被狼给围攻了吗？这帮人估计是来增援的。他们不是全都被啃了吗？谁去报的信儿呢？难说，当时时间仓迫，我全力堵洞口了，没有完全观战。郎君，他们如果找不到叶四娘的尸体，会不会找到我们这里？不要那么悲观，这群狼都饿疯了，叶四娘才几两肉啊，几口就啃没了。这南侧室的洞口，我们得给堵住，不然早晚是个危险。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穴中食药700人内有药粮，南侧是壁内通山泉，可暂居避祸。良贼狡曰：欺主尤甚，勿轻出。是时机成熟，联络悬崖旧部，可举夫妻大事。还有一张这个乾隆窟的功能区域图，上面清楚地标记了各个机关的位置和用途。郎君啊，原来当年出卖李振北的人，竟正是现今的岭北将军监督指挥使吕成良。是啊，这羊皮卷上写的清楚，他当年可是李振北的得力副手。哎，这老李也是识人不明啊。郎君啊，如今我们有了悬崖司的名单和白虎令，下一步该如何作为？傻丫一步，事儿总要一步步的来。下一步先救人，要沉得住气。更何况20多年都过去了，人心是会变的。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们绝不轻易出牌。果然有一个粗粗的钥匙孔，墙壁上的裂缝也暗示了这里有一道暗门。里头是一个不大的密室，只有3面修了穿墙，而另一面则是直连着山体内部的岩层缝隙。这山泉水的流量虽不大，但也足够我们10个人用了。这地方不但可以当做取水的水房，夏天的时候甚至可以洗澡。在这水房密室里，还有一口接水用的水缸，以及取水用的瓢。华阳，把那几个丫鬟叫过来，用瓦罐接一些水，我去北侧室看看。好，记住不要喝，等我回来后再喝。好的，你借着光亮跑回去，再取一个灯盏。好的。
缸里的粟米等粮食也早已腐朽了，不过这里有上好的木炭，还有一些非常实用的物件，比如烧烤用的小铜炉、小板凳、锅碗瓢盆之类的。里头还有处理好兽皮，北侧室的环境非常适合做储物间。2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这些兽皮依旧保存完好，跟放在寻常人家的大衣柜里没什么区别。原来这里才是李镇北生活区的核心啊！量虽不多，种类却齐全。这些中药基本上都没变质，还是可以用的。这根人参的主根部分竟然超过了10厘米，这绝对是极其罕见的顶级珍品，难怪李镇北临死都舍不得吃。郎君，那叶四娘快不行了，要不你先帮帮忙，救人要紧。别瞎说。郎君啊，这叶四娘绝对不能死。刚刚我在她的身上发现了了不得的东西。了不得的东西是什么？三足乌造型的长命玉锁。莫非他是悬崖寺成员的后人？非也，问题比这个要严重。三足乌代表太阳，是高齐皇室的象征，只有皇子才能穿戴该造型的玉佩和服饰，连公主都没资格。若寻常人穿戴，形同造反，是要诛九族的。那你意思是，这叶四娘家父在前朝时是隆兴帝的起居记官，专职记录皇帝的言行、日常起居，还有诏令奏章。隆兴帝在驾崩那一年，他最宠爱的郑贵妃给他生了一个小女儿，隆兴帝疼爱至极，因知自己时日无多，等不到孩子长到及笄之年了，就直接下令封其为高阳公主，并赐三足乌的长命玉锁1枚。这在大齐150余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，算是连破2例，足见隆兴帝对郑贵妃和女儿的宠溺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叶四娘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高阳公主？从年龄上看，这叶四娘与高阳公主完全符合，而且这玉锁的质地确为和田阳之玉，是皇室专属，绝非赝品。有没有可能是偷来的？所谓玉养人，人也养玉。那玉锁上面有很明显的温润油亮的包浆，说明是常年佩戴的。而且叶四娘的脖子上，尤其是锁骨的位置有轻微的压痕，肤色也修之其他部位略深，说明她就是玉锁的主人。故而我判定，这叶四娘应该正是当年的高阳公主。当年萧道统篡国，不但杀了隆兴帝所有的皇子、公主以及高氏宗亲，连自己的亲外孙嘉前帝和外孙女永安公主也给终生幽禁了起来。那这高阳怎么可能逃出来？问题就在这儿，萧道统杀光大齐的皇室成员，自然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开刀问斩，而是把他们统统诱骗到了朝阳殿里，然后一把火连着宫殿全都给烧了，而后对外宣称是失火。我怀疑这萧道统手下里有悬崖司的人，用其他的女婴把高阳公主给调包出去了。调包？对，萧道总为人极为阴险狡诈，做事滴水不漏，将人烧死后还要一一的验尸，如果发现少了一个，那肯定是要追查到底的。所以想要救出高阳公主，除非用其他同龄的女婴调包。萧道统篡国那年，这高阳公主不过才1岁半，同龄的女婴烧焦以后，很难辨认到底是不是高阳。如此这般说，这救出高阳公主之人，可真称得上是大齐的死忠之臣啊！我想说的正是这个。试想一下，能替换掉高阳公主的女婴，自然不可能是寻常百姓人家的孩子，不然人家父母丢了孩子，到时候哭天喊地的一报官，极有可能引起萧道统的怀疑。所以那可怜的女婴，大概率是救出高阳公主的亦是她自己的女儿。能舍弃自己女儿救出高阳公主，还把她养这么大，说明这个人绝对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前期忠臣。郎君啊，我们现在手里头有悬崖司的花名册，其中中间莫变，投靠无门。而这高阳公主，或许正是改变我们处境和命运的起点。你若能收了高阳，以他大齐皇室血脉的旗号，号召前期旧党，那大事可期啊！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。所谓读史可以明志，史官之女，无论是眼界还是心性，都绝非寻常女儿家可比。华阳啊，谢谢你。谢我做什么？你才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。有你这样的贤内助，大事其实已经成了一半了。郎君啊，时间紧急，你赶紧去看看他吧。你去让姐妹们把她抬过来吧，就在这间房子里给她治疗。居然有2罐密封完好的蜂蜜，居然没变，完全可以吃。在眼下这个没有食物来源的处境下，这2罐蜂蜜算得上是救命稻草了。你们去起炉烧水，小调负责烧喝的水，秀秀负责烧给叶四娘擦洗的水，然后用烂布沾水拧干，敷在她的额头、颈部两侧，每隔5分钟换洗1次布条。小文，
你再拿着屋子里书册轻轻地扇着风，加快水分的蒸发，想办法给它喝进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宋成。宋老，抱抱我好吗？我好冷。好。给我搜！报告镇副使大人，这里除了这头死老虎外，没发现有啥密道暗门。报告镇副使大人，左千户的遗骸找到了，就剩下头了，其他部分都被啃光了。该死！我要他能有啥用？找到叶四娘的遗骸或者衣服了吗？没有。镇副使大人，那女人估计也被啃光了吧？左千户带领的几十个兄弟，很多人都被啃得找不见了。怪三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实看见叶四娘了吗？我看见了，我真的看见了。镇副使大人，我不敢说假话。当时群狼包围了我们，千户大人让我突围求援，我就一路往回跑，我腿还让狼咬了一口。这就怪了。叶四娘肯往这虎威山跑，说明这里有黑山贼接应她的据点子，不然没道理啊。怎么又冒出来了这么多的狼呢？奇怪，这座破吊罐又是什么时候建的？镇副使大人，我总觉得有蹊跷。几年前，我听我爹好像提起过这个道观，说是这里闹鬼。那叶四娘会不会已经变成伥鬼了，引着左千户大人他们钻进狼窝里？放屁！我看你像伥鬼，这个道观绝对有问题。你们继续给我搜。还没有。镇副使大人，这里好像很久都没人来过了。这只死老虎应该是千户大人他们杀的。不对，后山你们都检查了吗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发现有什么洞穴。咦，头顶上的那块天花板挺别致的呀。回禀大人，那是藻井。废话，你这么蠢都能知道那是藻井，我能不知道？来，你们几个上去看看。这波黑山贼狡猾着呢，一切皆有可能。镇副使大人，高，实在是高。等会儿再拍马屁。去，把天花板给我仔细搜一遍。真是越担心什么未来事。虽然说宋华阳之前已经在那藻井之上堆砌了很多的杂物，但都算不上什么纹丝不动的重物，毕竟他也没啥力气。现在下面这群人要是使劲的往上顶，石板子哪怕稍微活动了一点儿，那也暴露了这乾隆窟的秘密了。真该死！虽然说居高临下守着一个井口，我占尽了地利，可以上来一个出死一个。只要对方发现了石板的秘密，我就立刻关闭暗室，和女眷们做最后的防守和隐匿。大人，捅不动，这藻井是死的。哎呀，你们用手别老依赖武器，转一转，拉一拉，那可能就是个机关，真是群蠢货。大人，转不动也拉不动，它就是个死的。用力！大人，我们用力了。哎呀，滚一边去！我来。虽然说这帮士兵的力气不如老虎，但这石板子也不至于纹丝不动吧？看来这应该也是李振北的机关设计之一，要么是在盖上后就打不开，要么是北侧室的暗门一开后，石板子立刻就锁死了。该死，果然是死的。镇副使大人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多找些木材来，把这个道观给烧了，然后把它给堵死。如果这里有暗道的话，我也熏死他们，毒死他们。遵命。那石板子虽然是镂空的，待一会儿火势起来了，浓烟滚滚，他们看不清的时候，只要用湿布堵住缝隙，就不至于让烟飘进北侧室里来。大人，这个地方有一个暗道。在哪儿？这儿。我的天哪，这里头居然……这道观里竟然真有暗道，难道是李振北真正进出的通道，亦或者说是一个陷阱机关，让进道观里不老实、到处搜查的人全部倒霉？可无论是哪一种，都会让事态向糟糕的方向发展。毕竟对方可不止进来的这点人，只要确定了这个吊冠不一般，那后续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官军进来调查。大人，这里头有个死人，原来这神台下面居然还藏了个坟，这里头好多的书卷和信件啊！我的天，大人，这棺材夹板里好多的官印啊！都别动，让我看看。骠骑将军大司马、岭北节度使、安东节度使、朔方节度使，这个字他念什么节度使啊？我的天，4个，太牛了吧！这是谁啊？李振北，玉状字上写着呢。李振北是谁？没听说过。很明显，这下面的应该是个甲胄，专门用来误导、吸引火力的。这李老将军可真够狡猾呀，不愧是13太保之首。滚开！我看看。大人，此乃何人呐？前朝的13太保之首李振北。当年先帝立国，他心生不满，起4镇之兵造反，终被官军全部剿灭。呸！原来是个该死的反贼！滚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这李振北虽与朝廷为敌，但他不忘救主支撑残局，历史孤忠，终夺一死以殉，无愧于疾风劲草，堪称一代完人。我们与他虽各为其主，
但依旧不能否认他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。岂容尔等阿杂小人在此诋毁智慧！镇抚使大人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上报朝廷，先帝平定岭北之乱后，一直在追捕李振北的下落。有的说他出家当和尚了，有的说他逃往海外了。告知陛下，李振北终于找到了。因为一直没有抓到他，先帝一直时寝不安。现在陛下刚刚登基，就找到了李振北的遗骸，刚好可以告慰先帝的在天之灵。镇抚使大人，小的多一句嘴，这真的就是李振北吗？现在都烂成一把枯骨了，也不好辨认呢。算你小子没白跟我这些年，终于长了点脑子。不过我可以断定，10有8九错不了，这应该就是他本人。哦，何以见得？你看他的左臂骨是不是断的？有明显的刀伤。当年他的左臂被砍断过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兵，听说过这件事儿。大人，您果然慧眼如炬，无所不知。行了，别扯淡了，找找里头有没有白虎令符。是。不用说，这下面道观坟棺中躺着的，定是当年一位愿意自断一臂以做局的悬崖寺义士。大人，没找到，这里头啥也没了。那白虎令符长啥样啊？想来他也定是传承给其他人了。你们把李将军的棺材盖好抬出，连着坟里的所有东西都给搬出来。没抓到叶四娘，弄回李振北的尸首也算是大功了。大人，那接下来呢？烧，把这个幽宫道观给封堵住，当成一个烧砖的土窑，给我放大烧。得令。大人，您还是怀疑这里有黑山贼的据点？咱们把这个吊罐给堵起来烧，看看山上什么地方冒烟。如果有冒烟的地方，就证明这里还有暗道。再过上1、2个时辰，天就亮了。这不一下子就看到了吗？实在是高。这个镇抚使可真阴险歹毒啊！就算自己能把浓烟给挡住，然乾隆窟的温度一旦升高，热空气会从南侧室天花板的窟窿眼里冒出去。现在外面天寒地冻，必然会形成雾气。天亮的时候一看便知。抛除这一层，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。如果说这镇抚使只是普通的焚烧道观，因为油洞是开放性质的，纵然有浓烟，那也是充分的燃烧。可如果他把油洞道观给封堵起来，当烧砖的土窑来烧，木材在不完全燃烧下，就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。到时候成了砖窑的道观，内部高温高压会逼着一氧化碳丝丝缕缕地渗进乾隆窟里，达到一定浓度后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目前而言，南侧室的那个天花板上的窟窿眼是唯一的通风口，可现在是封堵它不对，不封堵它也不对。小雕、秀秀，你俩搬着铜炉和木炭去南侧室；苏若雪、小桃，你俩抱着兽皮，还有锅碗瓢盆；叶灵、宁春梅，你俩负责搬运药材；华阳和小婉，你俩搀抱着四娘。大家一起往南侧室转移，切记动作要轻，不要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。准备点火吧，大人说了，要多放点硫磺，还有狼毒草。本来不完全焚烧，产生一氧化碳就够致命的了。这群混蛋还要烧硫磺和狼毒草，这一下产生的毒气更多。眼下局势凶险，得抓紧把能做的防护准备全都安排妥当，务求万无一失。这墓穴的侧室全都四通八达，压根没有能闭合的木门遮挡，一旦被人发现，根本无险可守。有这些东西挡着，起码能先把通道简单堵死，勉强形成一道屏障。南侧室的水房3面砖墙，背靠泥沙岩层，最不缺的就是湿润泥土，正好就地取材。眼下最关键的重中之重是封住头顶那块八卦阴阳鱼的镂空石板。之前华阳只随便便压了个柜子在上面，四处漏风漏气，看着像封堵了，实则一点用都没有，纯属自欺欺人。你们快去南侧室水房，把那大水缸的水全部倒干净，小心点搬过来，别弄出动静。快，拿泥巴封死缸沿缝隙，一点气都不能漏。所有人立刻撤出北侧室，快，不要逗留。都别慌，泥巴，再给我泥巴！宋郎，外面全是狼毒烟，我们会死在这儿吗？我还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阎王不收！四娘，感觉好点吗？宋郎，我看见我娘来接我了。傻丫头，别胡说，你娘说了，让你先跟我过。宋郎，我要是死了，把我烧了，骨灰送回黑风山，我告诉我风景杀了。风景，朝廷那个监军。玉锁留给你，来世再一生。哎，
你刚才听到了吗？有女人在咳嗽。你没听错吧？怎么可能听错？这树根底下有个洞。别出声，宋城，别动。听见了，下面有人。来，我瞅瞅。天不绝我。哎，穿山甲，这东西值10几两银子呢。嘘，咱俩卖了换酒喝，别声张。你们俩还愣着干嘛？飞山贼偷袭营寨了，快集合！四娘，你听到了吗？你爹来救你了，你一定要撑住。宋郎，这肉好香。管够。嘘。好吃的来了。水树。死！1、2、3、4。姑娘们，出来吧，安全了。华阳、落雪、四娘，不可能，9个活人蒸发了。宋郎，救救我们！我们在下面。李振北，你到底留了多少后手？就是你了。宋郎来了！都别哭，等着，一个都不会少。别动，你肩膀有伤。你们刚才没有摔伤吧？我们不要紧，就是小雕的脚崴了一下。不要紧了。一会儿先用冷水敷，再用绷带固定。你不要再走了，老实坐着。谢谢主子。我的天哪，这哪里是什么乾隆窟，分明就是藏兵洞啊！如此大的据点规模，李振北失败20多年，外界竟对此一概不知。我爹是史官，从未听人提起过李振北还有这么一处藏兵之所。这正是镇北宫的高明之处，为后世留下火种，等待有缘人接手，或可成就大事。落雪，你果然不愧是京城第一才女，见识不一般。宋郎过誉了。宋郎，你击退那些恶狼受伤了没有？几头糟毛狼而已，岂能伤我？倒是你们有口福了，我弄死了9匹狼，一会儿吃狼肉火锅补元气。叶姑娘，这里真是太好了，比黑风山好多了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为何又孤身深入敌营？宋郎，那冯锦是个吃人脑子的恶魔。吃人的脑子？他是昏君宠幸的太监，来漠寒卫这苦寒之地，不是为了替昏君分忧，他是来收集男孩的脑子的。这个死太监迷信偏方，说要吃100个男孩的脑子就能重新长出根。他不敢在内力作妖，就跑来岭北，让漠寒卫指挥使吕承贤从会盲人的男孩子里找。会盲人以为把孩子送去军营能混口黄粮，哪知全都被冯锦发现。这天杀的禽兽，不得好死！该让他也尝尝被咬作耗子的滋。华阳，吕承贤跟吕承良什么关系？吕承良是岭北诸卫所的都指挥使，吕承贤是他弟弟，漠寒卫指挥使。原来如此，那为何又单独进入敌营？冯锦为祸边民，我父亲早想除掉他，奈何兵力不够，黑风山易守难攻，但想攻入漠寒卫太难，我就假扮成舞女混了进去。我也是大意了，喝了一口吕承贤给的酒，差点着了他的当。可真是凶险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叶姑娘，你是怎么除掉这个恶贼的？恰逢他生辰，我和几个舞女在筵席上歌舞助兴，他果然对我见色起意。到了他房中，我趁他不注意，抄起烛台，用竹针将他杀死。痛快，该这般杀他，算是便宜他了。叶姑娘，我们都是走投无路的朝廷钦犯，天下已经没有我们的活路了，不如你引荐我们去黑风山。宋郎智勇双全，有情有义，一定会助你父亲一臂之力的。四娘啊，我们都是同甘共苦的好姐妹，以后我们一起。姐妹们，我正有此意，你们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，早就是一家人了。只是从这里去黑风山，路途遥远，至少有层层设卡，只能冒险翻山越岭。咱们10个人一起走，怕是到不了就要被截住。我爹爹猜到我去杀冯锦了，救我行窃，这才出兵攻打漠寒卫，也不知现在战况如何。你不用担心，你父亲曾是禁军统领，又在黑风山经历20余年，深谙兵法，若寻觅你不见，自然会撤出。至于下一步该怎么走，我有了自己的打算。宋郎，你
你有什么打算？宋郎，跟我们说说吧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黑风山我们不去了，也去不了，就先在这里安顿下来。此处隐蔽，可以长期安身立命。山中的野味很多，养活你们9个人没问题。镇北宫藏兵于此，定然留有大量兵器。此处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根据地发展。官道上被发配到岭北的人不在少数，其中不乏走投无路、恨透朝廷之辈。可以从会满人中吸收那些家破人亡、活不下去的人。等队伍发展起来，跟黑风山护城犄角，相互策应。到时候官军拿我们也没办法。此计可行，切勿着急，缓缓图之。那是自然。眼下，我们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宋郎，等我伤好了，我就回黑风山向我爹爹借兵。到时候我们分兵2处，可以更好的牵班官军。若真能如此，大事可期。这里离官道很近，朝廷运送物资补给都要经过，可以节流以为己用。不过你也不用冒险亲自回去，重金收买可靠的会保人，让他们捎信也可以，稳扎稳打，徐徐图之。宋郎，若不是你，我这条命就没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一家人，有饭一起吃，有事一起扛。宋郎，睡吧，我跟小桃帮你盯着。落雪，辛苦你了。跟我还这么客气。对了，宋郎，有件事你还是尽早跟叶姑娘挑明的好。何事？女儿家的心思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你对叶姑娘有救命之恩，她心悦你，欲托付终身，可是你当着她的面说我们都是你的老婆，唯独漏下了她。我寻思都有了肌肤之亲，很多事儿不就自然而然？那可不行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你亲了人家姑娘，又没说要娶人家，这不是白占便宜吗？等你睡醒了，跟叶姑娘好好聊聊，表明心意，主动一点。我们几个在旁边推波助澜，给人家姑娘一个台阶下，不能老让人家的心悬着。落雪，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成为我的妻子。这是天意。宋郎，跟你在一起，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男人。和你做一天夫妻，比做那种看似光鲜，实则虚无缥缈的皇子妃10年还要幸福。郎君，你先睡，养好精神。等你醒了，我好好沐浴洗漱一番，再服侍你，好吗？传我命令，拒绝接受投降，全部杀光，一个不留。